朋友们，你们看我身后这个板子，就是从我们刚刚入住开始，它就一直有，这能有60多年了，还是这样的，一直就没装修，就这么裸着。哎呀天哪，这种我是受不了的，所以我今天要给他做一下装修。我跟朵爸翻来覆去想哈，并且我俩讨论到底是刷墙好呢，还是贴石膏板然后再刷墙呢，还是说就是贴壁纸呢？后来我们选择了贴壁纸。如果说是刷墙的话，大家看楼梯上的这个部分是正常他们用的水泥，然后我刷的乳胶漆，但是这块高这块低，那么就要把这一低的地方全都抹上水泥。然后呢，朵爸可能就是不是特别想要去那么做，那我们综合一下，把这里这个板子部分都贴上我们做衣帽间背板墙的那个贴纸，还剩了一些贴纸啊，贴到这上面。你们看啊，就是这种东西，就是在我非常小的时候，那时候80、90年代时候，家里可能会有这种板子，现在还是这种，它作为2个墙与板之间交界这样，这个我要起下去的。底下这块呢也是这种板子，我贴上壁纸以后很可能擦地，这一块擦地的话就会进水，哎呀，到时候再说吧。然后板子上面这块还有很多钉子，其他地方也有，我要先把板子清理掉，钉子拔下去，把这个去除，然后擦一擦这板子。像这个板条，刚刚朵爸试着去弄了一下，然后把这块卸开一部分，真的看看里边是这样的，一拍就碎，好糊弄人呢，感觉。这要是装修公司去做这个，我天，估计国内不会去做这个东西。而且这个里面特别糟，一碰它就会掉下来。我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东西，可能就是石膏涂的这个。你说自己家住怎么还能糊弄自己呢？天，你看一碰就掉下来。拿这个东西得铲铲，给它铲平。我拿这个把钉子给起下来。它到底是怎么钉进去的？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小钉啊，结果是这种螺丝钉。你们能看到它这个环扣吗？取完我觉得我需要休息1分钟，然后我要把这块都擦干净。哎，这会儿还有一个钉子，漏网之鱼啊！还好这个比较小一些。上次我家贴完壁纸以后还剩着这些，我在我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小桶或者是大一点的杯子之类的，我只能拿这个了。然后放了一些水，这个就是沾我家这种类型壁纸的胶，给它放到水里，还剩了一些，应该是够的，还剩1/3。这些水到里面，不要倒太多，它搅着搅的时候，它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膨胀。看啊，现在这儿有一点点粘稠，可以看到，继续搅，看一下现在样子，这就是浆糊了。我觉得这种小杯啊，我应该再少放一点就好了。好嘞，清理掉。刷胶我用这种小刷，大刷找不到了。然后这个是我家铺地板的时候留下的墙围子，正好它这有弧度，我就可以拿这个给它刮平。
这个时候它就派上用场。最主要是它这个缝隙对起来特别费劲。这面是我家地下室的门，然后这块儿就是一个这种墙，它这块儿是一个直角，然后我就打算直接扣过来，不要从这儿剪断。这块是2楼的这面墙，还是很大的，我还以为里面能是个大窟窿呢。再倒一点点胶粉，哎，这些够了，就这样可以了。比一下看看怎么样。主要是我对我剪的没有太大信心。我可以说是昨天我们家又买了一卷壁纸，想20多块钱哈。再来一卷，中奖了呗。耗时了2天时间，我们家终于把这壁纸1楼、2楼、3楼，凡是楼梯凳这一块的墙壁纸都贴完了。然后至于这一块就交给朵爸去处理吧，我处理不了了。这次贴的不是特别好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它是板子，是那种像锯末还不是锯末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的板子做成的。然后板子上面它是有凹凸不平的，导致有的壁纸干了以后，2个壁纸间会有一个小缝，很不好看。那贴这种壁纸还是要非常非常平的平面才可以。接下来我们家就开始要铺3楼的地板了，那咱下期再见了。